和禁欲女总裁退婚后，大半年未被滋润的我，终于得到了释放。我拿着他的500亿，又敲了偏心父亲300亿，喊上兄弟一起去夜店蹦迪，一口气点了几个颜值身材都顶尖的嫩模作陪。兄弟吓得目瞪口呆，你不是马上要和夏家联姻了吗？夏婉柔那女人可是出了名的严谨古板，家里规矩多的吓人，要是让她知道你来这种地方，你就死定了。我勾唇一笑，慵懒道放心，我已经把这个婚约让给私生子江冉了。可震惊的瞪大了眼睛，让了，你不是一直很喜欢夏婉柔的吗？说她颜值高身材好，我眼底只剩下一片清醒的凉薄。喜欢和合适是两回事，何况爱情诚可贵，自由价值更高啊！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灵魂契合的比如。我轻轻勾了勾身旁美女模特的下巴，这些漂亮妹妹就很不错呀。话音刚落，周遭突然安静的可怕，身后不远处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你说谁不错？”我身体一僵，缓缓回过头，只见夏婉柔站在我们卡座旁边，她双眼猩红的捏碎了手里的高脚杯。看到女人如此破防的样子，我却感到意外。前世我是豪门圈里最肆意的小野马，联姻入赘给了夏婉柔这个严谨自律的尼姑。她就像一台精密运行的仪器，对我要求极其苛刻。我喜欢蹦迪泡嫩模，她就让全城的娱乐场所将我列入黑名单。我享受非洲的烈日与冰岛的极光，她就收走我的护照。我爱摄影爱画画，她却说那是玩物丧志，将我的相机和画笔永久封存。我快被逼疯了，只能强迫自己学习她定下的所有规矩，学着做一个合格的上流人士。直到一次聚会上，我和几个嘲笑我上不得台、面的纨绔2代厮打起来。夏婉柔赶来，看到满脸是血的我时，只平静道抱歉，是我管教无方。她的确不太懂规矩。我如遭雷击，红着眼跑了出去，却不幸被飞驰而来的货车撞飞。在睁眼，我重生到了和夏婉柔结婚的前夕。这一次我不要夏婉柔，也不要她那令人窒息的爱，我只想做回那个自由张扬、肆意妄为的自己。我连忙冲下楼找到父亲江临安，我要取消和夏婉柔的婚约。江临安猛地抬起头脖，然大怒道：“你又在胡闹什么？和夏家的联姻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我冷笑：“既然他那么好，那你让你那个宝贝私生子去联姻，我愿意把这桩婚约让给他。”江临安脸上的愤怒随即转为欣喜：“你当真愿意让给你弟弟？”“是啊，反正你更喜欢那个小三和小三生的儿子，又砸了那么多钱培养，正好入赘到夏家那种高门大户。”江临安脸色一阵青白，怒斥道：“别，一口一个小三说的那么难听，那是你弟弟。不过既然你执意要让出来，那我只能现在去夏家商量改人选的事。”说完，他几乎是迫不及待的起身，拿起外套就往外走。看着他那负惺惺作态的样子，我只觉得无比讽刺。我转身上楼拿了证件和钱包，紧跟着也出了门。我先去办理了加急的出国签证，然后打电话叫来兄弟柯震，直奔市中心最火的酒吧。震耳的音乐，迷离的灯光，舞池里扭动的身躯，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久违的自由和畅快。我拉着柯震尽情的蹦迪喝酒，甚至还大胆的点了几个颜值顶尖的嫩模作陪。正当我伸出骨节分明的手指，轻轻勾了勾身旁嫩模的下巴时，周遭突然安静的可怕。我缓缓回过头，只见夏婉柔不知何时站在了我们卡座旁边。她穿着一身剪裁完美的黑色长裙，身姿挺立清冷静玉的气质，与这喧闹迷离的酒吧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柯震倒吸一口凉气，丢给我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站起身就溜之大吉。只剩下我和夏婉柔四目相对，而我那只犯案的手还尴尬地停留在嫩模的下巴处。夏婉柔的目光落在我的手上，眸色瞬间沉得能滴出水来。她上前一把攥住我的手腕，然后冰冷的目光扫向那个嫩模，只吐出一个字滚。我猛地甩开她的手，恼火地瞪着她：“夏婉柔，你要干什么？”夏婉柔的声音像是脆了冰。这句话该我问你，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我语气毫不在意，带着明显的挑衅。我想来就来了，与你何干？夏婉柔看着我这副油盐不进肆意张扬的模样，眸色更加深沉。下一秒，在我的错愕中，她竟直接让2个保镖把我整个人架起来，然后无视周围所有惊愕的目光，将我塞进了等候在路边的黑色劳斯莱斯里。她盯着我一字一句道：“你马上就要跟夏家联姻，夏家的家规其中一条就是晚上10点之前必须归家，严禁出入夜店等声色场所。回去给我写1万字检讨，深刻反省。1万字检讨家规。”我气得差点笑出来，胸口剧烈起伏。上辈子我就是被这3000条家规捆缚了一生，活得像个提线木偶。这辈子我绝不可能再重蹈覆辙。我几乎是吼出来的：“谁要写你那破检讨？你的家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娶你了！”话音落下，车厢内瞬间陷入一片死寂。夏婉柔猛地转过头，那双深邃的眼眸死死地锁住我。她从牙缝里挤出4个字：“什么意思？”看着她这副样子，我原本想要和盘托出的冲动忽然冷静了下来。她这么不喜欢我这个肆意荒唐的未婚夫，如果这么快就告诉她她的未婚夫换人了，岂不是便宜她了？我偏要让她受几天的折磨。我偏过头看向窗外，没什么意思，气话而已。夏婉柔审视了我片刻，眸中的暗沉似乎缓和了几分。坐好，看着她即便在盛怒下依旧挺直如松的坐姿，连发丝都一丝不苟。再想到上辈子她那些令人窒息的规矩，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我故意歪倒在座椅上，踢掉皮鞋，赤脚踩在昂贵的羊绒地毯上，又按下车窗，任由夜风吹乱我精心打理的头发。夏婉柔看着我，眉头紧锁，但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车子在我家别墅前停下，夏婉柔冰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1万字检讨，明天交给我。”说完便命令司机开车离开。我看着绝尘而去的车尾灯，狠狠踢了一脚路边的石子。第二天一早我还没醒，夏婉柔便找上门，她依旧是那副清冷金贵的模样。见到我第一句话便是检讨。我围着门框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说道：“没写，以后也不会再写。”夏婉柔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江晨，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听话？我迎上他的目光，锋利的眉眼里满是不屑。我生来就是这样子，听话这辈子都不可能了，因为我不喜欢被任何人管教。就在我们剑拔弩张的时候，江然适时地走了过来，他
她穿着一身素雅的休闲装，举止得体，脸上带着温润的笑。她声音低沉到婉柔姐，你不要责怪大哥了。然后将一份字迹工整的信纸递到夏婉柔面前，说道：大哥昨天可能是心情不好才去酒吧，这份检讨我已经帮大哥写好了，你看这样可以吗？夏婉柔接过那份检讨扫了一眼，再看向我时眼神里的失望更加明显。你看看你弟弟同样是在江家长大，你就不能多学学你弟弟的懂事和规矩吗？好了，去换衣服，等会陪我出席一个商业酒会。我想也不想就拒绝不想去，你带江然去吧。夏婉柔眉头紧锁，江晨你才是我定下的未婚夫。这一句话像根针，猝不及防扎进我心口。夏婉柔之所以和我结婚，不是因为非我不可，而是因为婚约早定下家，不能出尔反尔，和喜不喜欢根本没有关系。如果能让他挑，怕是早就选江然了。这一世我江晨成全他，最后我还是被强行带去了酒会。我选了一身极其张扬的深红色西装，与江然那身淡雅素净的白色西装形成了鲜明对比。到了跳开场舞的环节，夏婉柔的目光在我和江然之间扫过，最终朝着江然伸出了手，周围立刻响起了细微的议论声。我懒得理会，溜到了宴会厅外的露台上吹风。然而没过多久，一个阴魂不散的身影也跟着走了出来，是江然，他脸上还带着跳舞后的欣喜，眼神里充满了胜利者的得意和挑衅。大哥，我说过的，不管是谁，哪怕是婉柔姐，在你我之间也一定会选择更得体的我。他顿了顿，声音压低，带着一种刻骨的恶毒。不过说起来你也真是可怜了，当年你妈就抢不过我妈，现在你也一样抢不过我。我猛地转过头，没有任何预兆的扬手狠狠一拳打在了江然的脸上。江然被打得偏过头去，脸上瞬间浮现出清晰的淤血痕迹。他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瞪着我，你居然敢打我！我一步步逼近气场，全开，打你怎么了？我不仅敢打你，我还敢踹死你！我一把揪住江然的衣领，将他拽到阳台边缘，抬起穿着高定皮鞋的脚，猛地就是一脚。江然惊恐的尖叫声划破夜空，整个人失去平衡，撞断了阳台不甚牢固的装饰性栏杆，直接摔了下去。楼下顿时传来一片混乱的惊叫和骚动。我站在阳台边，冷漠地看着楼下瞬间围拢的人群和那个倒在草坪上不知死活的江然，心中没有任何波澜。我整理了一下微微凌乱的衣领和头发，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然而刚走出雕花大门，手腕就被人从身后猛地抓住。夏婉柔眼神死死地锁住我，声音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江然从露台掉下去是你做的。我甩开他的手，坦然承认。是怎么了？夏婉柔的脸色瞬间阴沉的可怕。你简直无法无天，跟我回去给他道歉。道歉？我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他活该让我给他道歉，下辈子拔江成泥，简直无可救药。夏婉柔不再跟我废话，直接对身后的保镖下令，既然不肯道歉，那就长点教训。来人把他给我丢进那边的景观水池里，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他出来。夏婉柔，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动我？我奋力挣扎，可保镖已经上前，不由分说的架起我，将我扑通一声扔进了冰冷的景观水池里。初春的夜晚，池水寒彻骨髓，我呛了几口水，狼狈地浮出水面，想要爬上来刚扒住池边，就被守在一旁的保镖毫不留情地按回去。我声嘶力竭地大骂：夏婉柔，你个王八蛋，放我上去回应我的只有又一次被按入水中的窒息感。反复的挣扎耗尽了我的体力，冰冷也让我的身体逐渐麻木。更糟糕的是，我突然感觉到胃部传来一阵熟悉的痉挛，我胃病突然犯了，身体不受控制地蜷缩起来，脸色变得惨白，不仅是冷的，更是痛的。意识模糊间，我隐约听到保镖正在打电话吓走江晨先生，他好像情况不对，还要继续吗？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夏婉柔冰冷而决绝的声音：继续，不然他永远找不到教训。找不到教训，在夏婉柔眼里，我所有的反抗，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原因都不值一提。他只要我守规矩长教训，一种比身体痛苦千万倍的绝望，如同这池水般将我彻底淹没。眼泪混合着池水无声的滑落，我终于再也支撑不住，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再次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到出院那天，夏婉柔才来，她对着在床头玩手机的我说：收拾一下，我送你回去。我头也不抬地说道：我不回江家。夏婉柔脸色沉了沉，语气带着不容置疑：江晨，别闹脾气。她不再给我拒绝的机会，直接上前将我从床上带起，半扶半拽地拉出了病房，塞进了车里。车子驶回江家别墅，我甩开夏婉柔的手，径直上楼回到自己房间。然而推开门的瞬间，我血液都凉了半截。江然正坐在我的桌前，手里拿着一只流光溢彩的蓝宝石腕表，对着镜子比划，那是母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我的声音像是碎了冰：谁允许你动我的东西？放下，滚出去！江南被突然出现的我吓了一跳，但随即扬起一个得意的笑容，还故意在指尖晃了晃你的。江晨，我告诉你，这个家的一切迟早都是我的。我一步步走近，眼神危险地看着他。看来上次被踹下楼，你还没长过教训。江然有恃无恐地哼道：上次是我大意，这次你以为我还怕你？话音未落，他眼神一凛，猛地抓起架子上的一个古董花瓶，狠狠摔在地上，同时自己顺势跌坐在一堆碎片旁，发出啊的一声惊呼。巨大的声响立刻引来了江临安和荣燕。怎么回事？江临安冲进来，脸色瞬间铁青。江然立刻抬起眼指着我爸：我只是想看看大哥的腕表，没想到大哥他直接把我推倒了。江临安勃然大怒，不等我解释，直接上前一步，抬手就狠狠一巴掌甩在我脸上。清脆的耳光声在房间里回荡，我的脸颊瞬间红肿起来，火辣辣的疼。我偏着头舔了舔口腔内壁，破裂处渗出的血腥味，非但没有暴怒，反而低低的笑了起来。江临安被我笑得心里发毛，更加恼怒。你笑什么？我抬起头，眼神冰冷如刀，直直射向
还在装受害者的江然，你这么喜欢演戏是吧？好，我让你演个痛快。说时迟，那时快，我猛地抓起桌上的一支金属钢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朝着江然撑在地上的手背扎去。一声凄厉的惨叫响起，钢笔尖穿透了江然的掌心，鲜血瞬间涌出。你个疯子！江临安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门口：“你给我滚！这个家容不下你了！”他直接叫来佣人，强行将我拖出了别墅，连同我的行李箱一起被扔在了大门外。我面无表情地揉了揉被拽疼的手臂，然后从行李箱里拿出之前抢回来的母亲留给我的那块蓝宝石腕表，紧紧攥在手心。我最后看了一眼这栋华丽却冰冷的别墅，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没走多远，天空毫无征兆地下起了倾盆大雨，瞬间将我淋得透湿。我冷得瑟瑟发抖，只能狼狈地跑到街边一个店铺的屋檐下躲雨。就在这时，一辆熟悉的黑色劳斯莱斯缓缓停在我面前，车窗降下，露出夏婉柔那张精致的侧脸。他看到屋檐下浑身湿透狼狈不堪的我，眉头瞬间拧紧。他几步走到我面前，命令道：“上车。”我扭过头，不用你管。夏婉柔不再跟我废话，直接抓住我的手臂，几乎是半强制的将我塞进了副驾驶。他递给我一条干净的毛巾，然后沉默的开车将我带回了他的公馆。他拿出干净的衬衫和长裤让我换上，又找来医药箱，给我脸上已经有些青紫的巴掌印上药。他低声问道：“怎么回事？”我抿着唇不想说话。3天后是江南的生日宴，江家别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我作为名义上的大少爷不得不露面。我独自站在不起眼的角落，看着江临安满面红光的拉着江然，向宾客们炫耀着他的好儿子，并宣布将名下大半财产转到江然名下。周围是此起彼伏的恭维和艳羡。看着这一幕，我心里一片冰凉。这些年来，我从未有过一个完整的生日。母亲早逝，父亲漠不关心，我的生日永远都是自己一个人，对着冰冷的蛋糕，默默许下无人知晓的愿望。宴会进入高潮，众人开始献上礼物。江临安送的财产已经足够惊人，而当夏婉柔拿出一个丝绒盒子，取出里面那条一看就价值连城的钻石腕表，亲自为江然戴上时，全场更是爆发出一阵惊叹。我懒得再看，默默走到餐厅，端起一杯烈酒，一饮而尽。然而江然的几个兄弟簇拥着走了过来，故意撞了我一下。哟，这不是江大少爷吗？今天江然生日，你怎么哭丧着一张脸？是见不得我们江然好吗？我放下酒杯，转身想离开。喂，你是耳聋了吗？听不到吗？另一个男人一把拉住我的胳膊，不让我走。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我猛地甩开那人的手，抄起旁边餐桌上一个半满的酒瓶，眼神狠厉地扫过那几个挑衅的人。我给过你们机会了，是你们自己不要话音未落。我毫不犹豫地将酒瓶朝着离我最近的人头上砸去，砰！酒瓶碎裂，酒液和鲜血混合着流下，尖叫声四起，场面瞬间大乱。我下手又快又狠，接连砸了好几个人，直到被闻讯赶来的夏婉柔死死抓住手腕。江晨，你又在发什么疯？我冷笑道：“你不是都看到了吗？他们羞辱我，而我以牙还牙。”夏婉柔见我如此，冥顽不灵，对身后的保镖下令来人，把他关进地下室的禁闭室，没有我的允许，不准放他出来。我被强行带离宴会厅，关进了那间漆黑狭窄、没有窗户的禁闭室。门被关上的瞬间，无尽的黑暗从四面八方涌来，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将我淹没。第3天，就在我的精神几乎要崩溃的时候，禁闭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江然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拍拍手，身后立刻走进来2个穿着黑衣服的男人。江然说道：“把他绑到电击椅上。”我挣扎着：“江然，你敢？你不怕我出去后杀了你吗？”我还是被那2个男人轻易制住了。江然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杀我，在你杀了我之前，婉柔姐一定会先阻止你的。你忘了她是怎么一次次站在我这边的吗？这句话像一把尖刀，精准地刺中了我心中最痛的地方。是啊，每一次无论对错，夏婉柔永远选择相信和维护江人。我被强行按在了一把冰冷的金属椅子上，手脚被皮带牢牢缚住，紧接着电极片贴上了我的皮肤。江然脸上带着残忍的快意，按下了手中的控制器，强烈的电流瞬间窜遍我的全身，剧烈的疼痛和麻痹感让我发出了凄厉的惨叫，身体不受控制的剧烈抽搐起来。不知过了多久，我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了柔软的大床上。夏婉柔看着我苍白虚弱的样子，眉头紧锁。我只是让你在禁闭室待3天反省，你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我闭着眼不想看他，也不想说话。我早已不指望他会相信自己，不过没关系，既然他不信这笔账，我也会自己讨回来。当晚我就找人把有严重恐高症的江然扒光衣服绑到了夏氏集团大楼的天台边，用绳子吊着，在高空的寒风中悬了整整一夜。第2天，夏婉柔怒气冲冲地找来我，江晨你简直是无法无天，居然把江然吊在天台上一整夜。你知不知道他受到惊吓挣扎掉了下来，要不是下面有安全网接着，他早就没命了。我坐在窗边，闻言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夏婉柔看着我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更加气急。你这几天就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哪里也不准去，更不准再惹是生非，听到没有？我依旧沉默，仿佛当他是空气。夏婉柔带着一身寒气摔门而出。等到结婚前一晚，江然才苍白着脸被接回了家。江临安一见我就破口大骂，是我蛇蝎心肠，我一个眼神也没给他。他转身回到房间。第2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的手机屏幕就亮起，收到了一条我期待已久的信息，我的出国签证终于通过了。我利落的提起早已收拾好的行李箱，毫不犹豫地打开门，刚走下楼梯，就看到夏婉柔被众人簇拥着走来。夏婉柔穿着华丽的绣和服，盖着红盖头，被喜娘搀扶着。夏婉柔看不到新郎的脸，只当是我。她走上前握住新郎的手，素来清冷的语气难得温柔了几分。别担心，有我在。我站在楼梯的阴影处，默默地看着这一幕，心里一片平静。夏婉柔啊夏婉柔，严以自律的继承人
就该配温润得体的男人。这一世，当你揭开盖头，发现新郎换人，想必也会很欣喜吧？这是我给你的大礼，不谢了。我出门拦下一辆出租车，司机师傅热情地问道：“先生去哪？”我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巴掌大小的遥控器，目光投向窗外那栋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华丽的别墅。那里曾是我母亲亲手设计的家，可惜母亲早逝，这里早已被父亲老三和私生子玷污，变成了一个让我恶心的牢笼。我眼神一冷，没有任何犹豫，按下了遥控器上那个红色的按钮。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埋设在别墅周围的炸药被同时引爆，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瞬间吞噬了那栋承载了我无数痛苦记忆的建筑。司机师傅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吓得魂飞魄散。先生，那是你家吧？炸了！我平静地收回目光，系好安全带，等我炸的走吧，去机场。司机一脚油门朝着机场的方向疾驰而去，车窗外是不断倒退的城市风景和那片越来越远的映红了半边天的火光。圣心教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夏婉柔身上，她穿着正红色的中式嫁衣，头顶金丝翠玉凤冠。她按照流程走向新郎，隔着红盖头，她能感觉到身侧之人的微微颤抖。她难得放缓了语气，过了今日，我会亲自教你成为最合格的我的丈夫。江然听到这梦寐以求的温柔话语，激动得几乎要晕厥，颤抖得更加厉害。夏婉柔将她这反应理解为紧张与期待，红唇机不可察地牵起一抹极淡的弧。她耐心地完成着一个个繁琐的步骤，牵着红绸和新郎走向主婚台，终于到了最关键的环节。司仪的声音高昂喜庆，请新郎为新娘揭开红盖头。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那方鲜红的盖头上。江然克制住激动，缓缓抬起手，挑起了盖头的一角，红绸滑落，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夏婉柔抬眸，眼前出现的江然的脸，她脸上的那丝笑意如同被瞬间冻结的湖面，僵硬的凝固在嘴角。她的瞳孔骤然缩紧，像是看到了世间最荒谬、最不可置信的景象。所有的血液都在逆流冲上头顶。夏婉柔从牙缝里挤出4个字：怎么是你？下一瞬，她猛地甩开了原本牵着红绸的手，力道之大让毫无防备的江然被她甩得踉跄着向后倒去，重重摔在铺着红毯的地上，头顶的乌纱帽歪斜狼狈不堪。夏婉柔质问现场的人：江晨呢？他人在哪里？夏母见状立马上前抓着她的手解释：婉柔，你继续举行婚礼，是我们忘记跟你说了，江家前些日子差人来说换成了江然，我们想着江然确实更合适，所以就答应了。就在这时，特助冲进了礼堂，急促的禀报：夏总，不好了，江家别墅半小时前发生剧烈爆炸，火势太大，整栋别墅已经烧成一片废墟了。夏婉柔浑身的血液都在瞬间冻结，她不顾身后一片哗然和尖叫，疯了一样冲出混乱的婚礼现场。劳斯莱斯如同离弦之箭一路狂飙，冲到已成一片焦黑废墟的别墅前，消防车的水龙还在喷洒，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和烟尘。夏婉柔推开车门，踉跄地冲下车。江晨，她嘶哑地喊着我的名字，像疯了一样不顾消防员的阻拦，冲进还在冒着青烟的废墟之中。最终，她在我卧室位置的废墟角落翻找出了一个被烧得变形的首饰盒。她颤抖着手掰开那扭曲的金属，里面是一条她曾经送给我的钻石腕表，此刻也已融化变形，只剩下一点璀璨的残骸。她紧紧地将残骸攥在手心。夏总有发现？特助的声音带着一丝劫后余生的颤抖，将平板电脑递到失魂落魄的夏婉柔面前。画面显示，在爆炸发生前约10分钟，有一个身影拦下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前回头看了一眼别墅的方向，然后按下了手中一个类似遥控器的东西。紧接着，别墅方向爆起一团火光和浓烟。夏婉柔一眼认出我是江晨，他还活着。巨大的庆幸和更深的恐慌，如同冰火两重交织着冲击夏婉柔的心脏。夏婉柔猛地从地上站起，立刻动用所有关系，封锁所有海陆空出境通道，给我查他最后上了哪辆车去了哪里，把那个时间段所有出境航班旅客名单、监控录像全部给我调出来，翻遍全世界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夏总，特助不敢怠慢，立刻下去安排。夏婉柔转身，带着一身狼狈和戾气，直接驱车冲向江临安一家暂时落脚的酒店套房里。江临安、荣燕和江然正惊魂未定，见到如同煞神般闯进来的夏婉柔，三人都是吓得一哆嗦。江临安战战兢兢地开口：婉柔，你听我解释，是阿成那臭小子太任性妄为，不识好歹，是他自己死活不肯结，主动提出要把婚约让给江然的，我们也是没办法。江然他更听话体贴，比阿成更适合。夏婉柔怒即反笑，眼神阴暗地盯着江临安。他主动让出，你以为我夏婉柔是什么？是你们江家可以随意挑拣替换的货物吗？我夏婉柔的丈夫从头到尾只有江晨一个，你们把他弄到哪里去了说？江然被他吓得往后缩了缩，但看到夏婉柔为我如此疯狂的样子，心中嫉恨交加，忍不住抓住他的手臂。婉柔姐，我哪里比不上大哥？我比他更爱你，我更听你的话，我不会像他那样顶撞你，惹你生气，我会做一个最合格的丈夫。你看看我呀！夏婉柔猛地甩开他，力道之大让江然再次跌坐在地。他俯视着他，眼神冰冷彻骨，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你哪里都比不上他，还有我爱的一直是他，如果不是他，你连同你们江家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江然如遭雷击，瘫软在地。夏婉柔不再看他了，转身就走。夏氏顶楼办公室，夏婉柔像一头困兽般来回踱步，等待着消息。几个小时后，特助再次匆匆进来。夏总，我们查到江晨先生在酒吧事件发生前1周就已经偷偷办理了加急的出国签证。酒吧事件前1周，夏婉柔的脚步猛地顿住，身体机不可察地晃了一下，所以她的逃离根本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婚礼前的临时起意，而是蓄谋已久。她猛地想起那段时间我异常的反抗，
巨大的悔恨如同海啸般将他淹没。夏婉柔动用了所有明里暗里的力量，几乎将北城翻了个底朝天，甚至将搜寻范围扩大至全国。但我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有效的踪迹。焦灼和恐慌日夜灼烧着夏婉柔的神经，他将所有的怒火都倾泻在了江家身上。夏氏集团对江家的商业打击骤然而至，手段凌厉，毫不留情。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江氏企业，在夏婉柔的刻意打压下，迅速土崩瓦解，濒临破产。夏家没一个人会想到，我一走近，像是把他们家族最优秀的继承人的魂也带走了。宴会上，夏婉柔穿着一身定制高奢礼服，端着一杯酒站在角落，与周遭的觥筹交错，格格不入。恍惚间，他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他心脏猛地一缩，几乎是本能的叫了一声江城，然后拨开人群，踉跄着冲了过去，一把死死抓住了那个男人的手腕。男人惊讶的回头，露出一张完全陌生的带着疑惑的脸。你是？夏婉柔眼中的光芒瞬间熄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绝望和狼狈。他松开了手，颓然靠在冰冷的柱子上。一周后，夏婉柔的办公室，气压低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死寂。特助端着一杯新煮的咖啡，步履谨慎地走了进来。夏总有新消息了。夏婉柔猛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像饿狼般死死盯住他，说一个字从夏婉柔喉咙深处挤出来，沙哑的不成样子。我们通过特殊渠道交叉比对了全球近3个月所有非正常渠道出境的模糊影像和身份信息，发现一个高度疑似江晨先生的身影，曾在欧洲 H 国首都国际机场的中转区出现过，时间点就在他失踪后第3天。夏婉柔一把抓过那份文件，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希望如同濒死之人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也带来了更深的即将再次失去的恐慌。目的地，他的下一程航班目的地是哪里？还在查 H 国机场中转信息，庞杂，而且他似乎有意避开了需要严格核查的航线，选择了一些冷门的小型航空公司，需要时间。夏婉柔猛地打断他，没时间了，立刻准备私人飞机，现在就飞 H 国首都机场，立刻马上。3个小时后，夏婉柔的私人飞机撕裂云层，降落在 H 国首都国际机场。飞机尚未完全停稳，舱门已被迫不及待地打开。夏婉柔甚至等不及舷梯完全放下，直接几步跨了下来。他无视机场地勤人员惊愕的目光，带着特助和几名保镖，如同旋风般冲进航站楼。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疯狂穿梭，目光锐利地扫过每一个相似的背影，撞到了行人也浑然不觉，引来一片不满的抱怨声。终于，他看到了那个登机口指示牌，乘客正在排队准备登机。他的目光如同雷达般扫过队伍，瞬间定格在队伍末尾那个穿着米白色 T 恤、戴着宽檐草帽和墨镜的身影上。即使只看到一个背影，那种融入骨血里的熟悉感，也让他瞬间确认那个人就是我。他喊了一声阿晨，然后像一枚出膛的炮弹，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在周围旅客惊诧的目光中，一把死死抓住了我的手腕。我身体猛地一僵，缓缓回过头，墨镜遮住了我大半张脸，但露出的下半张脸线条紧绷，嘴唇抿成一条冰冷的直线。我开口，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夏总，请放手，公众场合拉拉扯扯有尸体桶，这不符合您的规矩。这冰冷的带着嘲讽的疏离语气，像一盆冰水浇的夏婉柔透心凉，但他顾不上了，他只知道他找到我了，他不能再让我从眼前消失。他紧紧攥着我的手腕，声音颤抖的厉害，带着一种近乎卑微的祈求：阿成，我知道错了，以前都是我不好，跟我回去好不好？我用力挣扎，想要甩开他的手，但他的手指像铁钳一样牢固。我嗤笑一声，索性不再挣扎。回哪里去？回那个有着3000条家规的牢笼，回去继续当你的提线木偶。夏总，你是不是忘了，你的新郎现在是我那位规矩懂事的好弟弟江然？全网新闻都报道了夏江2家联姻，你在这里拉着前未婚夫纠缠不清，不觉得很可笑吗？周围的旅客早已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吸引，纷纷驻足围观，但夏婉柔此刻什么都顾不上了。不是的，阿晨那场婚礼不作数，我从来就没承认过。阿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跟我回去，以后再也没有家规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什么都依你，只求你别离开我。昔日北城说一不二、金贵冷傲的夏家家主，此刻竟在异国机场众目睽睽之下，卑微如尘地抓住一个男人，求他回头。这一幕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的身体有瞬间的僵硬，看着他通红的眼眶，听着他语无伦次的忏悔，心底最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被轻轻触动了一下，但随即更深的寒意和决绝涌了上来，太迟了。他现在的痛苦和哀求，与我曾经经历的那些绝望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我深吸一口气，用力一根一根地掰开他的手指。夏婉柔，你的忏悔来得太迟了，而且我不需要。我掰开他最后一根手指，向后退了一步，与他拉开距离，仿佛在避开什么脏东西。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从你选择相信江然，一次次为了他惩罚我的那一刻起，就彻底完了。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你的深情，你的悔恨，都让我觉得恶心。恶心2个字像最后的判决，狠狠砸在夏婉柔心上。她猛地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眼中的光芒彻底碎裂，只剩下无边无际的黑暗和绝望。这时，登机口的广播响起，催促前往 C 城的旅客尽快登机。我不再看他，决绝地转身，将登机牌递给工作人员，背影挺直，没有丝毫留恋的走入了廊桥深处。夏婉柔想要冲过来，却被机场保安和特助死死拦住。夏婉柔像一头受伤的野兽，挣扎着赤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我消失的方向，直到廊桥的门缓缓关闭，彻底隔绝了他的视线。良久，他推开特助，摇摇晃晃地站起身说道：立刻调动所有资源，查清楚他在 C 城的落脚点，这一次就算绑也要把他给我绑回来。3个月后，蒙特卡洛大赌场又一轮牌发下，我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示意加注，动作潇洒，带着一种笃定的气场。我亮出手中倒牌，和冠冕无表情地宣布闲家赢，然后将一大摞筹码推到我面前。周围响起一阵低低的惊叹和羡慕的议论声。这位先生手气真旺，已经连赢7把了，
看他那气定神闲的样子，不简单啊！我端起手边的香槟，轻轻抿了一口，唇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这不是运气式计算和心理博弈的结果。夏婉柔曾经逼着我学过无数我认为无用的东西，包括复杂的概率统计和行为心理学，没想到竟在这里派上了用场，真是讽刺。就在我准备再次下注时，一个输红了眼、身材肥胖、穿着花哨衬衫的中年男人跌跌撞撞的挤开人群来到我身边，他满身酒气，贪婪地盯着我面前那堆筹码。哥们手气不错呀！男人喷着酒气，抬手就想去抓我桌上的筹码。你筹码这么多，帮大哥也转转运怎么？今晚分我点赢了钱，分你一半。我眼神一冷，在那只手碰到自己的筹码，身体敏捷地向后一撤，同时抬脚精准无比地踹在男人的希望，一脚踩断了对方的手骨。男人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捂着手蜷缩着倒在地上，痛苦地翻滚起来。周围瞬间安静了一下，随即爆发出更大的哗然。我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打滚的男人，拿起自己的筹码卡，准备离开这是非之地。这时一个年轻女生懒洋洋地响了起来，在我的地盘动我罩着的人，查理，你是昨晚的酒精还没醒，还是活腻味了？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通路，一个穿着酒红色抹胸长裙的女人，迈着慵懒而嚣张的步伐走了过来。她有一张极其出色的混血面庞，一双桃花眼漫步精心地扫过全场，最终落在我身上时，眼底掠过一丝毫不掩饰的兴趣。正是顾清寒。她走到哀嚎的查理面前，用细高跟的鞋尖轻轻踢了踢他，语气轻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滚远点，别再让我看见你靠近他。他指了指我嘴角，勾起一抹笑，下次断的可就不只是一只手了。查理小开看到顾清寒，如同老鼠见了猫，吓得连滚带爬话都不敢说，狼狈逃离。顾清寒这才转过身，目光直直地看向我，他毫不客气地走上前，非常自然地伸出手挽住了我的胳膊，姿态亲昵的仿佛我们是恋人。我身体瞬间绷紧，下意识地想要挣脱，但顾清寒的手臂看似随意，却蕴含着不容抗拒的力量。他侧头凑近我的耳边，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耳廓，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低笑道：“从北城飞来的爪子挺厉害，本小姐关注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他稍稍退开一点，桃花眼灼灼地盯着我，声音放大：“夏婉柔那个眼瞎的蠢货，不要你我要，以后在摩纳哥，在整个南欧跟着我混，保证你横着走，比你在北城那个憋屈地方快活1000倍10000倍。”怎么样？这番直白无比，甚至有些粗鲁的宣言，让周围看热闹的人再次惊呆了。顾家这位混世魔王，可是出了名的眼光高难逃，好多少豪门公子往他身上泼，他都懒得看一眼。今天居然对我这个来历不明的男人如此高调是好，我也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话语弄得一怔。我抬起眼对上顾清寒那双看似玩世不恭，实则深不见底的桃花眼，我微微挑眉，薄唇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顾小姐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需要人罩着吗？你看我像是需要靠女人才能横着走的样子。顾清寒闻言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挽着我胳膊的手臂收得更紧，眼底的腥味更浓，带着毫不掩饰的欣赏和宠溺。够也够味儿，本小姐就喜欢你这样的。我在摩纳哥暂时住了下来，顾清寒说到做到，对我展开了狂风暴雨般的追求。第二天，一辆限量版辆黄色兰博基尼跑车停在了我临时租住的公寓楼下，钥匙直接送到了我手里，附带的卡片上龙飞凤舞的写，代步工具撞坏了算我的。没过几天，他又包下了一艘巨大的豪华私人游艇，举办了一场极其奢靡的海上派对，邀请了半个摩纳哥的社交名流，而我被他强行拉去，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男主角。他带着我站在船头，迎着地中海的夕阳和海风，指着远处海岸线的灯火嚣张地说：“看这一片以后，你随便玩，报本小姐的名字好使。”他还带我去玩跳伞、深海潜水，甚至偷偷开了 F1赛车，所有刺激冒险与规矩二字毫不沾边的事情，他都带着我体验了一遍。他从不要求我沉稳规矩，反而在我展现出胆量和技巧时，拍着手大声叫好。一次从高空跳伞下来，我们落在柔软的沙滩上，顾清寒摘掉护目镜，眯着眼看着身边因为兴奋而眼眸发亮的我，笑道：“江辰，你就该这么活着，肆无忌惮，无法无天，这才带劲。”我喘着气看着眼前这个张扬肆意的女人，心中某个冰封的角落似乎被这炽热的不带任何条件的欣赏和纵容悄悄融化了一丝。和她在一起，我不需要伪装，不需要小心翼翼，可以尽情释放被压抑了太久的本性一次。顾清寒带我去一家隐秘的私人俱乐部玩德州扑克，赌注极大，我手气不佳，连续几把都输了不小的数额，顾清寒却毫不在意，甚至在我犹豫是否要跟注时，懒洋洋地把自己面前一大半筹码推到我面前，跟怕什么输了算本小姐的，赢了算你的开心费。那天晚上我们其实输多赢少，但我却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回去时，顾清寒开着车，他难得的安静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开口，声音没有了平时的戏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认真：“阿琛，其实我们很久之前就见过了。”我一怔，转头看他，顾清寒继续说到：“好多年前在北城那个赛马场，我就见过你，那时候你多大？17、18，跟你爸还有那个小三带来的弟弟一起去的。你那弟弟故意使坏，想让你出丑，结果你呢，直接策马越过障碍，赢了那个瞧不起你的家伙。你骑在马上笑的那叫一个嚣张。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帅哥可代言。”我彻底愕然，那段往事我几乎都快忘了，没想到竟然有人记得。顾清寒叹了口气，语气带着点遗憾：“可惜啊，那时候你满心满眼就只有夏婉柔。本小姐虽然混，但也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就没凑上去，自讨没趣。”这番话像一颗石子投入我的心湖，漾开圈圈涟漪。原来在我自己都快要遗忘的角落里，也曾有人那样的注视过真实的我。我们的感情在悄然升温，而真正让我
对顾清寒改观的是一次意外。我们去山里玩越野摩托车，下山时天色已晚，路面湿滑，我的车速稍快，在一个急转弯处轮胎打滑，连人带车朝着路边的陡坡冲去。电光火石之间，跟在我后面的顾清寒没有丝毫犹豫，猛地加速冲过来，用自己的车狠狠撞开了我的车，改变了方向，而他自己却因为巨大的惯性，连人带车摔下了陡坡。我惊魂未定的停车，连滚带爬的冲下坡，找到被摩托车压住、浑身是伤的顾清寒时，他脸色苍白，却还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安慰我没事，本小姐夫大命大死不了在医院里。顾清寒头上缠着纱布，胳膊打着石膏，却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看着守在病床边的我，难得无比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说道：“阿成，我知道你心里有伤，被夏婉柔那个坏女人伤透了，我不急，我有的是时间陪你耗，等你哪天把伤养好了，想谈恋爱了。”他顿了顿，眼神灼热而真诚。第一个考虑我怎么样，给我个插队的机会。他的直白，他的耐心，他的设身相救，和他看似肆意外表下偶尔流露出的认真，像一道温暖的光，照进了我冰封已久的心房。我看着他，第一次没有立刻拒绝，只是轻轻垂下了眼眸，心中有什么东西正在悄然改变。有时候我想日子就这样过才带劲，可偏偏没过几天，夏婉柔就找来了。在我彻夜蹦迪回来的路上，夏婉柔不知从何处出现在公寓门口，拦住我：“阿晨，你闹够了，没跟我回去。”他盯着我赤红的眼底，翻涌着痛苦、愤怒和一种濒临崩溃的执念。我蹙了蹙眉下，总请放手。我声音如同淬了寒冰：“我们很熟嘛，江晨。”夏婉柔低吼，情绪激动之下，另一只手也抬起来，似乎想将我直接拽起。就在这时，一只纤细的手更快地伸了过来，扣住了夏婉柔的手腕。顾清寒依旧是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桃花眼里却没了平时的漫不经心，只剩下凌厉的冷光。夏总大庭广众地对别人男朋友动手动脚，不太好吧？强扭的瓜不甜，这道理3岁小孩都懂。他说着，手腕巧妙用力，迫使夏婉柔松开了钳制我的手，同时将我拉到自己身边。夏婉柔的目光射向顾清寒，当看到他挽住我胳膊的那只手时，瞳孔骤然缩紧，暴怒瞬间烧毁了他最后的理智。顾清寒，他几乎是咬着牙念出这个名字，语气充满了鄙夷和讥讽。放开他，你这种换男伴比换衣服还勤的交际花，我警告你别碰他，否则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顾清寒闻言，非但不骂，反而嗤笑一声，桃花眼斜睨着夏婉柔。我顾清寒再没规矩，再不是东西，也没让自己男人写10000字检讨，没把他关进禁闭室，更没眼睁睁看着他被人推进水池，差点淹死，还说什么长点教训。他每说一句，夏婉柔的脸色就白一分，身体机不可察地晃动了一下，像是被无形的重锤狠狠击中。顾清寒逼近一步，目光如刀，一字一顿：“夏婉柔，你扪心自问，你这叫什么爱人啊？”这番话如同最锋利的匕首，精准无比地捅进了夏婉柔伤口。夏婉柔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嘴唇颤抖着想反驳，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眼前阵阵发黑，几乎站立不稳。“你闭嘴！”她嘶哑的低吼，猛地伸手想要将我从顾清寒身边抢过来。顾清寒眼神一冷，彻底没了耐心，直接冲了上去。两个身份显赫的女人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如同村头泼妇般扭打在一起，惊得周围宾客纷纷避让。混乱中，夏婉柔挣脱了阻拦，再次冲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眼神疯狂而偏执跟我走。顾清寒被夏婉柔带的保镖暂时拦住，急得怒吼：“夏婉柔，你放开他！”夏婉柔此刻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她只有一个念头：带我走，把我锁起来，让我再也无法逃离。她强行拖着我冲开一条路，将我塞进黑色轿车里。顾清寒追出来时，只看到消失的车尾灯，他狠狠一脚踹在旁边的垃圾桶上，发出巨大的声响，眼神阴鸷的吓人。他迅速掏出手机拨通一个号码，声音冷得没有一丝温度：“给本小姐查下婉柔的私人飞机航线，她要把人带去哪，立刻马上准备好人和家伙，本小姐要救人。”夏婉柔的私人飞机降落在北城郊外一处隐秘的别墅，我被半强制地带进别墅。我始终沉默，没有任何言语或反抗，只是用一种极度冰冷的疏离的眼神看着夏婉柔。夏婉柔被我的眼神刺得心脏抽痛，她试图弥补从不下厨的她，为我洗手做羹，但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夏婉柔的心一点点沉下去，她蹲下身，近乎哀求地看着我：“吃点东西好不好？以前都是我不好，是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定那些规矩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只求你别离开我，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受不了。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原谅我？”她的声音带着哽咽，充满了巨大的痛苦和悔恨。我终于缓缓转过头，目光平静地落在她脸上，那平静之下是深不见底的寒冰。“夏婉柔，你现在的样子真可怜。”夏婉柔身体猛地一颤，我继续说着，语气平淡，却字字如刀凌迟着她的心脏。“你问我为什么？因为你在酒会让人把我扔进冰冷的水池，看着我胃痉挛，还说继续。因为我在雨里无处可去，你把我带回去，却因为江然一句装模作样的话，就在危机时候护住了他，然后带着他离开，留我一个人在地上。因为你把我关进漆黑的禁闭室，而江然趁机用电击以折磨我，你却不信。因为每一次你需要在我和江然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你选的从来都不是我，所以你说你爱我，让我怎么信？”我每说一件，夏婉柔的脸色就惨白一分，身体摇晃得更加厉害，仿佛随时会倒下。夏婉柔哑口无言，她踉跄着起身想逃离这令人窒息的气氛，却碰倒了我放在沙发角落的行李箱，箱子散开，东西掉了一地。夏婉柔下意识地蹲下去收拾，就在她胡乱将物品塞回箱子时，手指无意中触碰到了一个硬硬的藏在夹层里的东西，她下意识地抽出来，是一本病历。她鬼使神差地翻看诊断结果：深2度烫伤伴有感染，需长期康复治疗，警惕疤痕，增生建议心理疏导，患者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倾向，
烫伤开水夏婉柔的呼吸骤然停止，她猛地一拳砸在身旁的墙壁上，指骨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鲜血瞬间涌出染红了雪白的墙壁，她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她像疯了一样冲回我面前，死死抓住我的衣角，对不起，对不起，阿晨，我不知道你那么严重，你打我，你杀了我，求求你原谅我，给我一次机会。我低头，眼中没有半分动容，只有一片冰冷的漠然。你的道歉我收到了，但我不原谅。就在这时，别墅外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撞击声和警报器的尖鸣，紧接着是混乱的打斗声和脚步声。砰的一声，客厅的门被人从外面猛地撞开，顾清寒带着几个人冲了进来，他脸上带着伤，眼神却锐利，一眼就看到了沙发上的我和跪在地上的夏婉柔。阿晨，顾清寒快步上前，警惕地扫了一眼状若疯魔的夏婉柔，伸手去拉我，没事吧？我们走。我顺势站起身，没有丝毫犹豫。夏婉柔猛地反应过来，想要阻止。顾阿成，别走！我在离开前最后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平静无波，说出的话却如同最终的判决。夏婉柔，看到你现在这么痛苦，我觉得这是报应，别再找我，否则……我顿了顿，语气轻描淡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胁。我不介意让夏氏明天的头条新闻更精彩一些。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夏婉柔看着我的背影消失在门口，最终无力地瘫倒在地。我再次消失了，这一次有顾清寒的帮助，我消失得更加彻底。夏婉柔的寻找陷入了更深的疯狂。1个月后，北城年度顶级商业论坛，各界名流云集。当夏婉柔出现在会场入口时，全场瞬间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看着她。那个曾经一丝不苟、严谨到刻板的夏氏掌舵人，此刻竟顶着一头极其扎眼的银灰色卷发，穿着一件剪裁不羁的红色衬衫，搭配黑色短裙，脸上甚至带着一丝颓废而又叛逆的神情。这与他身后跟着的依旧西装革履的夏氏高管团队形成了极其荒诞的对比。他无视所有惊愕、探究，甚至是不认同的目光，径直走上主讲台。他拿起话筒，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直接开口：即日起，我宣布解散夏氏家族理事会。台下哗然。夏婉柔顿了顿，继续道：同时废除夏氏沿袭100年的所有陈旧家规。他迎着台下无数震惊的目光，最后说道：从今往后，夏是我夏婉柔的规矩，由江辰来定。说完，他不管台下如何炸锅，不管夏氏股价会如何震荡，直接扔下话筒，转身下台。他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传递着一种疯狂笨拙却无比清晰的信号，他愿意为我颠覆一切，只求一个渺茫的回眸。顾清寒将我从夏婉柔的囚禁中救出后，将我安置在了南法一处极为隐秘的私人庄园。顾清寒变得异常耐心和细致，他不再带我去赌场派对，而是陪我在开满鲜花的庭院里用早餐，在洒满夕阳的葡萄架下看书，或是开车带我在无人的乡间小路上漫无目的的兜风。他绝口不提夏婉柔，不提过去任何不愉快的事，只是用他那种特有的温柔，一点点驱散我眉宇间残留的阴霾。他注意到我偶尔会在深夜惊醒，便在我房间外的露台守着，抱着一把吉他弹奏一些不成调的却意外能安抚人心的旋律。在他的陪伴下，我脸上渐渐有了笑容。这天，顾清寒安排了一次高空跳伞，我看着舱门外的云层和缩小的世界，深吸了一口气，眼中有一丝紧张，但更多的是一种跃跃欲试的兴奋。顾清寒紧握着我的手，对着我的耳朵大声喊：怕不怕？我摇头不怕。顾清寒咧嘴一笑，那笑容在阳光下灿烂的晃眼。阿成，我知道你心里有伤，被那个女人伤得透透的。他盯着我的眼睛，桃花眼里没有了平日的戏谑，只有一片赤诚和灼热。我也不说什么虚的，我就问你，给我个机会行不行？他抓紧了我的手，力道坚定，让我照顾你。夏婉柔给你的伤害，我用一辈子来抚平。你后天塌下来，本小姐给你顶着。你想横着走，我给你倾倒；你想上天，我给你造梯子。我顾清寒这辈子没对谁这么认真过，我就认定你了。他的告白直接霸道，甚至有些粗鲁，却像一道炽热的阳光，毫无保留地照进了我心底最冰冷的角落。我看着他眼中毫不掩饰的爱意，一直紧绷的心弦终于铮的一声彻底松开了。我看着他缓缓地露出一个释然的笑容，我用力回握住他的手，大声回应好，一个字清晰无比。顾清寒愣了1秒，随即巨大的狂喜淹没了他，他猛地将我紧紧搂进怀里，不顾一切吻住了我那带着笑意的唇。跳教练在身后笑着提醒，顾清寒这才松开我，却依旧紧紧牵着我的手。我们相视一笑，带着无比的信任和勇气，纵身跃出机舱。失重感瞬间传来，风声在耳边呼啸，但我不再害怕。我张开双臂，感受着自由落体的极致快感，看着身边紧紧抱着我的女人，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北城夏氏顶楼办公室，死寂的如同坟墓。夏婉柔瘫坐在宽大的办公椅里，脚下散落着空酒瓶，她瘦得脱了形，手机屏幕亮着，上面是一张被狗仔偷拍到的略显模糊却依旧清晰的照片。南法某个小镇的露天咖啡馆，我穿着一身休闲装，正仰头笑着为坐在我对面的顾清寒吃冰淇淋。顾清寒则一脸甜蜜地看着我，一口鲜血毫无征兆的从夏婉柔口中喷出，溅在手机屏幕和昂贵的羊毛地毯上。他剧烈地咳嗽起来，但他还是不甘心。他飞到了南法，站在庄园外的栅栏边，任由冰冷的雨水将他浑身浇透。他发着高烧，却固执的不肯离开，直到他体力不支，重重地栽倒在泥泞的水洼中，失去意识前，他仿佛看到庄园2楼的窗帘动了一下。再次醒来，他躺在陌生的房间里。顾清寒靠在门框上，冷冷地看着他。夏婉柔，你还真是不死心啊！夏婉柔挣扎着想坐起来，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阿晨，他顾清寒打断他，他不想见你，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夏婉柔屏住呼吸，顾清寒一字一顿地重复：不原谅，不同情，保留体面。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冰锥，狠狠扎进夏婉柔的心脏，将她最后一点微弱的希冀也彻底粉碎。她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眼泪无声地汹涌而出。她像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被顾清寒的人送上了回国的飞机。夏婉柔的彻底放手了，并未影响另一场风暴的降临。我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附任何人，只能被动承受的弱者。在顾清寒的资源
和势力支持下，我亲自策划并启动了对江家的最后清算。我将江临安多年偷税漏税、非法侵占商业贿赂的铁证，通过匿名渠道直接递交给了最高检证据，确凿江临安在办公室被直接带走，江氏集团股价崩盘，一夜之间濒临破产。探监室里，我隔着玻璃窗看着里面那个一夜白头的男人。江临安激动地拍着玻璃，嘶吼着：“江澄，我是你爸，你居然这么对我，你会遭报应的！”我拿起通话器，红唇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声音清晰地传过去：“报应江临安，当你带着荣艳登堂入室，当你纵容江然一次刺害我，当你为了利益把我当成货物一样买卖的时候，你想过报应吗？现在这就是你的报应，好好在里面忏悔吧。”荣艳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巨变和打击，精神彻底崩溃，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失去一切的江然走投无路，竟然还想做最后一搏。他打听到夏婉柔的住处，跪在别墅门口哭得撕心裂肺：“婉柔姐，我知道错了，求求你救救我爸爸，救救江家，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们了。你看在我曾经那么爱你的份上。”别墅的门开了，夏婉柔走出来，俯视着脚下这个如同烂泥般的男人，眼中没有一丝波澜。绝望中，江然竟然找到了我的住处。江晨，你这个混蛋，你不得好死！你抢走我的一切，你会遭报应的！我诅咒你！我平静地看着他，如同看一只疯狂的蝼蚁。我缓缓俯身，凑近江然的耳边：“知道为什么留你活到现在吗？”江然瞳孔皱缩，我的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因为让你活着，亲眼看着你真实的家庭、财富、骄傲，还有你那份可笑的爱情，是怎么一点点土崩瓦解、消失殆尽，让你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漫长而痛苦的挣扎。这比直接让你死有趣多了。江然被这番话彻底击垮，精神彻底失常，疯疯癫癫地跑掉了。此后，北城街头多了一个衣衫褴褛见人就傻笑或尖叫的疯子。我站在庄园的落地窗前，看着远处沉入地平线的夕阳，内心一片奇异的平静。顾清寒从身后轻轻搂住我的腰，我和顾清寒的感情日益深厚，两人周游列国，肆意享受着自由与爱情。我们都以为所有的风雨都已过去，然而谁也没想到，那个早已被遗忘在角落疯癫的江然，竟然在暗处策划了一场疯狂的报复。在东南亚某个旅游海岛，我和顾清寒刚结束潜水，在返回酒店的路上，经过一段人迹罕至的海岸公路时，几辆面包车突然冲出，将我们逼停。一群蒙面持械的亡命之徒冲下车，目标明确的直扑我。顾清寒反应极快，立刻与对方搏斗在一起，试图保护我，但对方人多势众，且有备而来。顾清寒很快受伤，被制住。放开他！顾清寒目眦欲裂的嘶吼。江然从一辆车后走出来，他穿着肮脏的衣服，头发蓬乱，眼神疯狂而浑浊，手里竟然握着一把枪。他指着我癫狂的大笑：“江晨，你终于落在我手里了！我要你给我的痛苦百倍偿还！我要让你和你爱的女人一起下地狱！”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辆黑色越野车以惊人的速度从后方撞开拦路的车辆，然后狠狠刹停。车门打开，一个瘦削却带着决绝杀意的身影冲了下来，是夏婉柔。她一直在暗中关注着我的动向，得知我们在这个海岛，原本只是想在远处默默看一眼，却意外发现了江然等人的异常行踪，一路追踪而来，放开他。夏婉柔赤红着眼睛，如同濒死的困兽，死死盯着江然。江然先是一愣，随即笑得更加疯狂：“哈哈哈，你也来得太好了，正好一起送你们上路。”夏婉柔一步步向前，声音嘶哑：“你要什么冲我来？放了他，我的命给你！”江然嗤笑：“你的命我现在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他痛快。我要你看着我是怎么折磨他的。”为了刺激夏婉柔，江然和他手下开始用最恶毒的语言侮辱我，甚至用棍棒殴打被制住的顾清寒。夏婉柔双目充血，拳头捏得咯咯作响，却投鼠忌器。江然用枪指着我的头，对夏婉柔尖叫：“想让他活就跪下来求我啊！”夏婉柔看着我苍白的脸，没有丝毫犹豫，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在了粗糙的水泥地上，膝盖撞击地面，发出沉闷的响声。这个曾经北城最金贵的女人，此刻为了心爱之人，抛弃了所有的尊严。哈哈哈！夏婉柔，你也有今天！江然疯狂大笑：“给我打，往死里打！”棍棒和拳脚如同雨点般落在夏婉柔身上，她闷哼着蜷缩着身体，却始终用身体挡在我的方向，鲜血从她口中额头不断涌出。不要清寒婉柔，你们走，马上走！我看着两个女人为了自己受辱，心痛如绞，泪水模糊了视线，混乱中被打得奄奄一息的顾清寒猛地挣脱了前置，扑向江然。江然受惊下意识地调转枪口，砰，枪声响起，电光石火之间，谁也没看清夏婉柔是哪里来的力气，猛地从地上一跃而起，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狠狠地将我扑倒在地，用自己的后背严严实实地护住了我。扑哧，子弹精准地射入了他的后心，鲜血瞬间飙溅出来，染红了我的衣衫。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夏婉柔的身体重重地压在我身上，她艰难地抬起头，看着身下安然无恙的我，染血的嘴角极其艰难地扯出了一抹如释重负的、带着无尽眷恋和悔意的微笑。她想抬手，似乎想碰碰我的脸，但手指颤抖着，终究没有落下，只是无力地垂了下去。她看着我，气若游丝，每一个字都用尽了生命最后的热量。阿晨，对不起，这次终于保护你了，好好跟顾清寒活下去。话音未落，她头一歪，彻底失去了所有意识，瘫倒在我怀里。警笛声由远及近，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浑身是血已无知觉的夏婉柔抬上担架。我站在一旁，身上还沾染着她温热的血，脸色苍白如雪，双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顾清寒紧紧搂着我的肩膀，试图给我一些支撑。手术室的灯亮了整整12个小时，我和顾清寒守在门外。当医生疲惫地走出来，宣布抢救成功，但未脱离危险期，后续恢复极其漫长，且会留下严重后遗症时，我双腿一软，几乎瘫倒在地。夏婉柔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了半个月。当夏婉
柔缓缓睁开眼时，看到的是一片模糊的白色，剧烈的疼痛从四肢百骸传来。他转动干涩的眼球，视线逐渐聚焦，看到了守在床边面容憔悴的我，四目相对，空气凝滞。我的眼神复杂有关切有释然，但更多的是一种尘埃落定后的平静，再无爱恨波澜。夏婉柔张嘴想说什么，却只发出嘶哑的气音。他看到了我眼中的平静，也看到了我身后守护姿态十足的顾清寒，心中最后一点微弱的不切实际的希冀，如同风中残烛彻底熄灭了。他缓缓闭上眼，两行清泪从眼角滑落。他活下来了，但某些东西已经彻底死去了。3个月后，夏婉柔勉强可以坐起，但左腿落下了永久性的残疾，需要依靠手杖才能艰难行走。他没有再试图联系我，他变卖了在北城的所有不动产，只带着极少的随身物品，在一个雾气朦胧的清晨，坐上了飞往瑞士一家顶级私立疗养院的飞机。夏婉柔的远走，像最终合上的沉重树叶，为那段不堪的过往画上了句号。我的生活真正迎来了海阔天空。顾清寒带着我离开了东南亚，开始了真正的环球旅行。我们去挪威看绚烂的极光，在冰岛的蓝湖泡温泉，在非洲大草原追逐动物迁徙，在亚马逊雨林探险。顾清寒用他那种挥金如土却又充满奇思妙想的方式，带着我体验世界上一切新奇刺激的事物，尽情释放着被压抑多年的天性。我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越来越明亮，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自由和快乐，让我整个人都在发光，真正活出了自我。在法国南部一个开满薰衣草的古老庄园里，顾清寒包下了整个庄园，却骗我只是来参加一个普通的私人酒会。傍晚，顾清寒牵着我的手，漫步在花田小径上，走到庄园中心一个用玫瑰和吸空灯装饰的玻璃花房前。他忽然停下脚步，转身面对着我，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顾清寒桃花眼里是前所未有的认真和紧张。他轻轻咳了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天鹅绒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枚设计极其独特的戒指。阿晨，他看着我的眼睛，声音因为紧张而微微发紧，却异常清晰。我知道我这个人以前挥霍无度，名声也不好。他顿了顿，自嘲地笑了笑，随即眼神更加灼热和坚定。但遇见你之后，我觉得以前那几十年都白活，我就想跟你一起无法无天，把以前没干过的疯事都干一遍。我爱你不是想把你关在家里当吉祥物，也不是要你学什么狗屁规矩。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一字一句郑重无比。我就爱你现在这样，爱你的自由洒脱，爱你的肆意洒脱，爱你的所有样子。我想用我剩下所有的时间陪着你，护着你，让你永远这么开心，这么自由的活。所以他举起戒指，眼神充满了期待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忐忑。娶我好不好？让我名正言顺地照顾你一辈子。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虚伪的承诺，只有最直白最顾清寒式的告白，却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更打动我的心。我看着眼前这个愿意包容我一切，给我无限自由的女人，眼眶微微发热，脸上绽放出无比灿烂幸福的笑容。我伸出手重重的点头，声音清脆而坚定，好，我愿意。顾清寒愣了一秒，随即狂喜地跳起来，手忙脚乱地将戒指戴在我无名指上，尺寸刚刚好。他兴奋的个孩子，他对着薰衣草花田放声大喊：耶，我终于嫁给你了！我搂着他，笑的眼泪都出来了。夕阳的余晖给我们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色。我们的婚礼地点选在了地中海上一座私密的小岛，没有邀请任何媒体，到场的都是我们的挚友。我穿着白色简约西装，笑容俊朗；顾清寒则穿了一条白色缎面鱼尾裙。当神父问我是否愿意时，我看着顾清寒的眼睛，清晰地说我愿意。轮到顾清寒，他咧嘴一笑，大声说我愿意嫁给这个让我想变得更好的男人。以后他负责嚣张跋扈，我负责保驾护航。台下爆发出善意的哄笑和热烈的掌声。晚宴是热闹的海边派对，大家尽情狂欢。顾清寒拉着我跳了一支又一支舞，从优雅的华尔兹跳到热情的桑巴，最后干脆抱着我在沙滩上转圈，笑声传出很远。烟花在夜空中绚烂绽放时，顾清寒搂着我在我耳边低语，看着可比北城那憋屈的婚礼有意思多了吧。我靠在他怀里，看着漫天华彩，心中一片宁静和圆满。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彻底告别了那个充满阴霾的过去，真正拥抱了属于我的阳光灿烂的未来。婚后的生活甜蜜而热闹，顾清寒果然如他承诺的那样，给了我最大程度的自由和尊重。我们定居在摩纳哥，但大部分时间都在世界各地旅行。我重拾了对摄影的热爱，我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充满生命力的风格，开始在一些专业杂志上发表，甚至举办了个人摄影展，大获好评。一次在看完一个关于儿童成长的纪录片后，我抱着在顾清寒，突然很平静地说：清寒，我不想要孩子。我说的有些小心翼翼，虽然知道顾清寒很爱我，但传宗接代对很多豪门来说至关重要。顾清寒正在打游戏，闻言头也没抬，随口应道：好啊，那就不要。我一愣，你不介意你家里？顾清寒放下游戏手柄，转身扑进我的怀里。介意什么？我嫁给你是因为爱你，又不是找你当生育种子库。家里那边更不用管了，我爱嫁谁就嫁谁，生不生孩子关他们屁事。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你开心怎么样都行。他的支持是如此理所当然，毫不犹豫。我心中涌起巨大的感动和暖流，主动吻了他一下。顾清寒先是一愣，随即热情的回应，最后气喘吁吁的抵着我的额头。不过二人世界确实挺爽的。小姐，我举双手赞成。在顾清寒无条件的支持下，我的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峰。我不仅画画摄影，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顾家的资源，成立了一个儿童教育的基金会，帮助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我活得越来越精彩，越来越耀眼，真正实现了自我价值。时光荏苒一晃，已是10年后，在奥地利维也纳一场顶级的古典音乐会上，我和顾清寒应邀出席。如今的我增添了份成熟，更显从容，与身边依旧明媚却沉淀了许多的顾清寒站在一起，依旧是一对惹人艳羡的鄙人。中场休息时，我想去洗手间，顾清寒被一位熟识的音乐家拉住寒暄。我独自穿过铺着厚地毯的走廊，却在转角处与一个人不期而遇。那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由看护推着的女人，她穿着整洁的深色大衣，膝盖上盖着毛毯，头发已近乎全白，面容苍老消瘦，唯有一双眼睛
深邃依旧，却盛满了历经沧桑后的沉寂与平和。是夏婉柔。我的脚步顿住了，夏婉柔也看到了我，目光在空中短暂交汇，没有预想中的波澜壮阔，甚至没有一丝涟漪。我的心平静的如同幽深的古井，我看着他，就像在看一个遥远的与自己无关的陌生人。夏婉柔的眼中先是闪过一丝极快的难以捕捉的恍惚，随即化为一种彻底的释然，以及一丝微不可察的真诚的祝福。她嘴角极其轻微的牵动了一下，像是想挤出一个笑容，却终究没有成功。然后她缓缓地对我点了点头，我也微微颔首算是回礼，没有任何言语。我收回目光，步履从容的与她擦肩而过，走向走廊的另一端，没有回头。夏婉柔的轮椅也驶向了相反的方向，如同两条相交过的直线，各自奔向再无瓜葛的远方。顾清寒这时摆脱了朋友，快步走来，自然地抱住我的腰，问到碰到熟人了。我摇摇头，挽住他的手臂，没有认错人了。我们回去吧，下半场要开始了。又过了几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摄影艺术最高奖的颁奖典礼上，我凭借一组纪实摄影作品斩获了最高荣誉。我穿着一身简洁的西装，站在聚光灯下，从容不迫地从颁奖嘉宾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奖杯。台下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艺术家、名流和媒体。发表获奖感言时，我先用流利的法语和英语向评委组委会致谢，然后顿了顿，目光投向台下第一排那个始终用骄傲目光注视着我的女人。最后我切换回中文，声音清晰而充满感情。我想特别感谢一个人，感谢他在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刻，像一道蛮不讲理的光照了进来。感谢他从未试图改变我、修剪我，而是用他全部的热情和包容，守护了我的所有棱角和锋芒，让我终于可以毫无顾忌的做真正的自己。那个自由或许还有些任性，但无比快乐的我。镜头立刻给到顾清寒特写，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咧开一个大大的、毫不掩饰得意和幸福的笑容，甚至对着镜头顽皮的眨了眨眼，引起台下一片善意的笑声和更热烈的掌声。我也笑了，举起奖杯，这份荣誉也属于你，清寒。谢谢你爱着最真实的我。颁奖礼后的庆功宴直至深夜，回到下榻的酒店顶楼套房，顾清寒打发走了所有前来道贺的人。我有些疲惫地靠在落地窗前的沙发上，看着窗外巴黎璀璨的夜景，奖杯随意放在一旁。顾清寒端着一杯温水走过来递给我，然后在我身边坐下，轻轻靠近我的怀中。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抱着我。过了好久才低声开口：“老公，今天真给你老婆长脸。”我轻笑，感受着那份令人安心的温暖。其实顾清寒的声音带着一丝回忆的悠远。好多年前，在北城赛马场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帅哥真带劲，像一团烧不完的火，又野又亮眼。他顿了顿，收紧了手臂。后来听说你跟夏婉柔在一起，我还可惜了好久，觉得好好一个人非得被那些破规矩憋屈死。再后来在摩纳哥赌场又见到你，我就知道我的机会来了。他低笑一声，你那时候眼神里带着刺，又冷又狠，但底下那团火根本没灭。我就知道我得把你抢过来，用我这一辈子把这团火呼得旺旺的，谁也别想再把他弄醒了。他仰起头，找到我的唇，应下一个温柔而绵长的吻。吻毕，他抵着我的额头，看着我的眼睛，无比认真地说：“阿晨能和你在一起，是我顾清寒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我会用我剩下所有的时间继续罩着你，让你永远这么嚣张、这么自由、这么开心地笑下去。”我微微一笑，与他十指紧扣。真谢谢你让我继续做江晨，最耀眼夺目的江晨。